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。为什么有的人我们看到他就能从他身上感受到巨大而美好的能量？为什么有的人看起来总是神采飞扬、活力四射、激情无限的样子，好像从来就没有情绪的低谷？我们总在谈论能量，但能量到底是什么？它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又是如何体现的呢？现代量子力学的研究表明，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由能量构成的。我们所能见到的物质都是由小到几乎等同于无的粒子组成。理论上讲，某些物质若曾结合为一体，不论其实体是否持续相连，其实质将永远相连。对于那些关爱比较深的人，也可以这样来解释他身边的各种关系。一个家庭是一个关系网，一个公司也是一个关系网。为什么你们会成为同事，成为亲人，成为朋友？因为你们在振动频率上是一致的，你们的振动频率刚好可以形成共振，彼此之间形成一张网。一种无形的自然力把你们吸引到一起，彼此就像一张无形的网上的节点。当其中一个点改变了原来的位置，不断向上运动时，其他的节点会被动地跟着改变。这正如同灵性导师修兰博士所说，处理问题和疾病的方式就是人们愿意对自己在每个当下创造的生活100%负责。因此，保护能量就是全然接受那些向下的力量，没有抗拒，也没有情绪，放空自己。有些时候你可能也会有一些担心，如果自己好了，可家里又发生了变化，那该怎么办？变化是一定会有的，没有改变就没有未来，但这个变化不见得一定有多大，它也可以是润物细无声，不见得一定要吵，一定要闹，一定要去教育谁。因为心灵成长的过程是一个放下对小我执着的过程。如果你随着自己心灵的成长变得越来越有能力，越来越强势，目空一切，喜欢指手画脚，喜欢侵犯他人，那么你的成长路线就错了。如果你刚刚成长了几天，你就变得不可一世，那么你的成长就等于停滞在了这个阶段。因为此时你其实只是在一味地索取能量，成就自己而已。你一直在向内吸引能量，而没有付出和给予能量，这样能量就只是单向的。但是任何能量都需要流动才能产生力量。如果总是在对他人指手画脚，以张扬、苦情或者其他吸引他人注意力的方式发生，要求别人关注自己，为自己提供物质或服务，这都是在提出情绪的要挟。而这种索取能量背后的真相，实际是对自己的不接纳，也由此会形成修行后脾气变得更坏了，整个人也更加僵硬的现实。任何修行都是一个自我觉察的过程，如果你发现自己是这样的，不要担心，从此刻开始改变就来得及。学习感恩是付出能量最快的渠道。去想想，在你的生活中，你对他人是抱怨多还是感恩多？从感恩你身边的人开始吧，多去专注地倾听别人，了解身边这些有血有肉的存在，了解他们的生活和经验，聆听他们的观点，把这个艰难的阶段穿越过去。另外，还要多想一想在意识方面影响你丰盛的东西，比如你的想法，他们会显化成阻碍你的一些事，你需要把它们释放掉。时刻觉察自己内心的观念，放掉意识中的障碍，看到他们是如何影响着你自己的言行与选择。只有如此，丰盛才会更轻松地被吸引来。那么修行引领我们走向丰盛的道路是什么样的呢？首先，坚持自己的信仰，其次关注物质财富，然后你还要懂得享受感官的愉悦和美好。这是可以的，是完整的，这就是最原始的修行。也就是说，丰盛跟你的信仰没有任何冲突。如果你的生活越丰盛，也就说明你修行的越好，因为外在的丰盛反映了你内在的丰盛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而外在的丰盛有这样4个层次：第一步，挣钱，靠工作挣钱；第二步，赚钱，这很美好，在这个过程里，你可以连通很多管道或者机遇；第三步，来钱，钱来找你，有一种整个世界都朝你靠拢过来的感觉；第四步，花钱。你说现在比尔盖茨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？那就是花钱。不要觉得丰盛跟修行冲突，
其实丰盛正是修行的物质表现。修行是一种慈悲，慈悲应该是一种很喜悦的状态。如果有的修行人让你感觉他越修行越衰老，越修行越萎靡不振，他很可能没有修在中脉上，所以越修行越不开心，越修行越痛苦。有人也会说，既然你说修行是一种慈悲，慈悲应该是一种很喜悦的状态，可他的慈悲难道不会为人生增加更多痛苦吗？比如有人经常用善良不善良、业障不业障、错与对、是与非这些态度来判断和衡量生活，那不是清醒的，不是智慧的，不是持续成长的状态，当然也不是主流的，这是偏重于左脉上的修行。还有另外一种修行是偏重于右脉的，修行者考虑不到现在，他就活在未来。现阶段你要修在中脉上才是正道。这些道理也许你都懂，既然你早就懂了，那就开始改变吧。现在我们就在能量体的层面试验一下，直接把这些信息输入到你的潜意识里吧。如果你仔细观察过，就会发现有的人总是活力充沛，激情澎湃，他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都有强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，与他在一起时，大家都会情不自禁地感到快乐。而有的人总是悲观、沮丧、消极、懒惰，与他在一起时，任何人都会感到莫名的压抑和不快乐。有的人浑身散发着喜悦与爱的能量，就像绽放中的美丽花朵，给每一个接近他的人带来愉悦的感受。有的人则浑身充斥着冷酷、自私与怀疑的能量，这种能量可能会吓退本想亲近他的人。能量虽然有多种不同的类型，但对于人的能量场来说，我们可以将能量划分为两大类别：负能量和正能量。使我们消极、低落、自卑、沮丧、丧失斗志，找不到生活乐趣和目标的，就是极其糟糕的负能量。一个人生命的振动形式越是以负能量的状态存在，他的生活越是可能变得糟糕。而使我们充满热情与信心，让我们永远乐观、积极、阳光、自信，使我们能展现出无穷魅力的，就是美好的正能量。如果我们能有意识地让自己持续处在正面的能量场中，那么成功与幸福将是唾手可得的。为什么不同的能量会使我们的生命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？这是因为能量具有吸引性和传染性这两大特性。所谓吸引性，就是说相同振动频率的能量会互相吸引，引起共振，所以负能量往往会吸引坏事，而正能量才会吸引好事。屋漏偏逢连阴雨、锦上添花、好事成双等，说的都是能量的吸引性和共振性。此外，能量还具有传染的特性，长时间跟某种能量的人一起，我们就会感染他的能量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说的就是能量的传染性。那么，我们如何才能让自己时时刻刻都拥有强大的正能量呢？这需要方法，需要智慧，更需要不断的练习。总结起来可以有如下5个秘密法则。秘密法则1：锁定好你的焦点。我们身上所拥有的正负能量的比例，完全是由我们看待事物的角度和心态及所关注的焦点来决定的。当我们能够掌控好自己所关注的焦点时，我们就把握了生命的主动权。能量法则最重要的原理就是，我们关注什么，我们自己就是什么，什么就会越多。如果我们向自己、向他人、向世界传递和发射了很多负面的能量，那么这个负面能量首先会回馈给我们自己，我们生命中的负能量就会发生灾难性的增长。如果我们能真诚地向自己、向他人、向世界传递和发射爱、感恩与欣赏的能量，那么首先被爱、感恩与欣赏的能量滋养的也是我们自己，我们的人生一定会越来越好。幸福、成功和喜悦将永远与我们相伴。秘密法则2：不要抵制能量，我们只能转化它。能量原理中一项很重要的法则就是，我们抵触的东西，我们害怕的东西，我们试图消除的东西，都一定会持续存在。因为无论我们抵触什么，我们害怕什么，我们恐惧什么，我们都是在给它关注，而给它关注也就是意味着给它能量。所以我们抵触的东西往往会持续存在，并且它的能量会越来越强大。
秘密法则3：管理好语言、视听与生活环境。我们的语言是一种频度极高的能量。当我们在祝福别人的时候，实际上自己也在被祝福；当我们在咒骂别人的时候，自己也在被咒骂。我们攻击别人，等于是在自我攻击。我们攻击别人1万次，就相当于自我攻击1万次，因为我们是最忠于自己感受的那个人。秘密法则4：分享带来更多美好能量。在一生中，我们奉献给予的越多，我们帮助的人越多，我们的生命就越有价值，我们的正能量就会越强。当我们吝于付出、吝于给予时，也就是生命凋谢的开始。秘密法则5：爱与感恩创造世间最大的正能量。感恩穿越时空，改变我们的过去；感恩塑造喜悦，彰显我们的现在；感恩梦想成真，创造我们的未来。总而言之，活着就是修行，把每一件你经历的事情融入你的喜悦，就是修行。我们不是远离生活以获得神性，而是将神性带入生活。在你的举手投足之间，在你的言语中，在你生活的每个层面，你会看见那些爱和慈悲、丰盛和平和，那些美好神性的品质和光芒。你会成为那种神圣品质的管道，神性透过你顺畅地流淌出去，滋养自己，也滋养他人。这才是修行的本质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